观众朋友们好，这里是大时局，我是小玉。一场外资撤退浪潮正在猛烈席卷中国，特斯拉也积极加入行列。这已不只是供应链搬迁，而是一场全方位冲击。与此同时，中产消费全面熄火，市场需求急速崩塌，数百万就业岗位被卷入漩涡，失业潮悄然逼近。更致命的是，先进技术、核心设备与知识产权封锁，让中国高科技追赶之路步履维艰。这场前所未有的脱钩大戏正在上演，它带来的冲击深远且难以逆转，最终结局或许远超所有想象。华尔街日报在11月15号的报道里抛出了一颗震撼弹。美国最大的电动车制造商特斯拉其实早已在今年稍早就已经下定决心，要让美国本土生产的车型逐步摆脱中国零部件。知情人士透露，特斯拉与供应商们早已悄悄展开手术，把部分中国产组件换成来自其他国家的替代品，而且不是慢火炖煮，目标是未来1到2年内完成全面替换，节奏非常明确。这并非临时起意，自从 COVID-19 疫情扰乱了中国的供应链后，特斯拉就一路削减对中国零件的依赖，同时不断推动中国供应商跨出国门，到墨西哥等地设厂，以免供应链被卡住。今年美国总统川普对中国进口商品祭出了高额关税，更像一脚猛油门，让特斯拉原本稳步前进的计划瞬间加速。电池供应链更是关键中的关键，特斯拉正全力把磷酸铁锂电池的生产搬回美国。公司首席财务官马伊巴夫塔内贾在今年4月公开表示，特斯拉正在努力确保从中国以外的供应商那里获得额外供应链。与此同时，特斯拉也已经停止在美国的制造业务中使用宁德时代出产的磷酸铁锂电池。此外，美国车界另一巨头通用汽车也传出大动作。近日的消息显示，这家百年车厂正悄悄地对全球供应链下重手。根据路透社11月13号的报道，4位知情人士透露，通用汽车已经要求数以千计的供应商将中国制造的零部件从供应链中彻底移除。这可不是象征性的分散风险，而是明确指向一个终极目标，把供应链从中国完全撤出。通用汽车高层已经表态，要求供应商为所有原材料与零件寻找中国以外的替代来源。有消息人士甚至指出，部分供应商的最后期限已经被定在2027年，时间表清晰得像一张毫不含糊的撤离令。事实上，通用汽车是在2024年底就向部分的供应商发出了这一指示，但随着2025年春季美中贸易冲突因关税问题升温，这项工作的紧迫性瞬间飙升。如今，这项要求已指向所有供应北美制造车辆的零部件与材料，范围之广，力度之强，业内少见。通用汽车全球采购总监希尔潘阿明上个月在会议上直言不讳，供应中断的风险已经逼得车厂不能再单纯追求最低成本国家采购这种老模式。他强调一句重话，弹性至关重要，确保你对供应链拥有更多控制权，并且确切知道货物来自何处。半导体大量集中于台湾与中国，台积电 90% 先进进程在台湾，中国又掌握稀土与部分关键化学品。假如台海战事爆发，美国可能在短短数周内失去 80% 以上先进晶片的供应，军事与民生一起瘫痪。2023到2025年间，美国国防部与商务部多次评估中国稀土禁运风险，并得出美国国防工业仅能维持数月的结论，这已成为华盛顿的共识。减少对中国供应链的战略依赖已经是国家安全红线，这也就是为什么自2024到2025年起，苹果、英伟达、特斯拉等巨头会突然像被按到快转钮般，
狂飙式的把新产能往越南、印度、墨西哥搬。自2018年特朗普第一任期开始，美国就把关税当武器，而2025年特朗普2度上任后，这把武器不但没收起来，反而砸得更猛、更直接。2025年2月起，美国对所有中国进口商品普遍加征 10% 的关税，电子产品、电动车、电池、钢铁等更被叠加 20% 到 100% 的惩罚性关税，综合税率普遍超过 30%， 某些品类甚至飙到 60% 以上。留在中国生产，还是移到越南、印度、墨西哥，企业自然算得清楚。特斯拉去中国化的现象引发了广泛关注，这并非偶然事件，而是地缘政治、成本、市场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诸多因素中，关税问题首当其冲。特斯拉忌惮高额关税带来的成本增加，为了降低风险，选择了跟风避险。同时，政策因素也对其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当前复杂的经济和政治环境下，政策的不确定性让特斯拉不得不重新审视其供应链布局。外资大量撤出，中国面临的其实不只是一场企业迁移潮，而是一面照妖镜，映出的是消费市场的疲软与中产阶层的集体滑落，正悄悄成为美企去中国化的另一股推力。私立学校不读了，现在转到公立去，这是大部分的钱省下来了。以前我们家阿姨跟了我们大概8年了，说实话像半个家人一样，已经很有感情了。因为现在经济不好嘛，我老婆也没跟我商量，把阿姨也辞掉了。2025年的中国中产不是不想花钱，而是不敢花，也不能花。房地产危机像一场漫长的暗潮，把中产家庭的账面资产平均削掉了 40% 以上。青年高失业，收入预期下滑，直接压缩了整体消费意愿。结果就是居民消费支出的实际增速跌到了 3%到4%这个尴尬的位置，远低于疫情前 8%到10% 的正常水平。房子跌了，工资降了，股票亏了，工作没了，连孩子的竞争压力都比以前更沉重。在这种心态下，中产主导的所有大件消费几乎全线熄火，从奢侈品、耐用消费品到汽车、家电、旅游，无一幸免。星巴克、苹果、耐克、雅诗兰黛、通用汽车等美企的在华同店销售，汽车销量在2024到2025年间连续多季负增长，甚至出现双位数下滑。过去20年，靠着房价、股市一路上行所支撑的提前享乐式消费，如今轰然崩塌，取而代之的是史无前例的集体性防御性储蓄，一种把钱牢牢攥在手里，不轻易外放的全民心态。如今中产这条最粗的大腿突然变细，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不少企业因此从观望直接跳到加速离场，让整个去中国化的趋势看起来更加不可逆。外界普遍认为，美中未来的冲突只会更激烈，而去中国化的范围也只会越走越广。这不再是一段短期波动，而是会带来深远、结构性且难以逆转的冲击。到了2025年，供应链的去中国化已经成为中国就业市场所面临的最大外部压力源，它直接与间接造成制造业岗位净流失约500到700万个，几乎等同疫情3年期间累计失业规模的总和。最先被浪潮拍倒的是那些外贸依赖度最高的产业，电子组装、纺织服装、家具玩具等等，这些行业本来就是中国制造的传统腹地，如今却成了第一批被供应链重组扫到边上的牺牲者。珠三角、长三角原本灯火通明的工厂地带，如今接连出现关停潮与裁员潮，数百万名35到50岁的产业工人被迫脱离熟悉的流水线，改行跑外卖、开网约车，收入大幅缩水，社会流动倒退，人生轨迹在一夜之间变了调。青年失业更是雪上加霜，多次突破 20%，
让整整一代人深陷不确定的未来。上市公司 HR11年经验，亲手裁了685个人，最后裁掉的是我自己。上周五是我在公司的最后一天。这已不是什么短期阵痛，也不是政策一句提振信心就能化解的波动，这是一场结构性、长期性的就业危机，一场让中国普通家庭真正感受到去中国化切肤之痛的深层震动。供应链离开的脚步一旦开始，就很难按下倒带键，而这场全球力量重组的风暴仍在加速，仍在扩大，仍在席卷更多领域。去中国化真正最致命的长期冲击，是另一件更深、更静悄、更可怕的事。发达国家正对中国的先进技术、设备、软体、人才与核心知识产权实施系统性封锁。这是一道无声落下的技术铁幕，一旦落下，就很难再抬起。到了2025年，供应链去中国化早已不再只是贸易或制造转移，而是全面升级成为对中国技术发展的致命围堵。先进制程光刻机、顶级 GPU、EDA 软体、航空发动机核心材料、高阶架构授权等，这些攸关国家科技底座的关键通道几乎被完全切断。结果是残酷的，中国与全球顶尖水准之间的技术差距，从2018年的约2年，急速拉大到2025年的5到15年不等。半导体 3nm 以下节点卡死，100亿级参数 AI 大模型训练受限，高超音速武器与商用大飞机、发动机等领域的追赶速度明显放缓，不是追不上，而是跑道被拔走一段。若这个趋势一路延伸到2030年以后，中国可能面临从并跑滑向跟跑，甚至在多个战略领域被全球最先进国家甩开一辈子。这才是去中国化对中国技术发展最深刻、最长期也最难逆转的后果。观众朋友，你认为生活在中国应该如何应对这场去中国化风暴呢？欢迎留言告诉我们你的看法。这里是大时局，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和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